北极圈的秋天真是短暂，通常不到3周就得迎接严冬了。当地人为了准备过冬，得抓紧这点时间储足食物。这不，七普一家最近忙坏了，他们忙着处理鹿肉，先是剥下鹿皮，再分离肉和骨头，工作量不小，但他们乐此不疲，心情好还给旺财一根大骨头。驯鹿猎季快到了，旧储肉架已经塞不下了，于是夫妻俩打算搭个新储物间，这样才有地方放新鲜鹿肉。个全新的储物间需要很多木头，得去镇外几公里找。夫妻带上旺财坐船，到了目的地，一看这儿枯木特别多，正好拿回家用。两人开始分工，奇普负责锯木头，艾格尼斯清理树枝，然后把木头丢河里，用绳子捆起来，固定在船尾，这样就省得搬木头了，既省时又省力。看着夫妻俩忙得不亦乐乎，旺财也跃跃欲试。忙活了一阵，河面上飘满了木头，木头都固定好，两人开船回家。这招真的挺方便，很快就到家附近的岸上，把木头都搬上岸，再用摩托车运回家。材料都准备好了，接下来要开始造储物间了。首先用油锯把木头锯成2半，把处理好的木头搬到地基上，再在木头两端锯个缺口，把木头一个个镶进去，这样4周的墙基就搭好了。西普用这招不停地挥动油锯，很快框架就搭起来了。但封顶得用3合板，家里正好没有，所以找3合板的任务就交给妻子了。艾格尼斯四处打听，找到了附近的邻居，这里的人都习惯以物换物。和邻居谈妥后，艾格尼斯用汽油换来4块3合板。这时奇普已经把屋顶框架弄好了，艾格尼斯把3合板运回家，接下来就能封顶了。把3合板铺好，新储物间就造好了。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，夫妻俩都很满意，几个女儿也来看看，一家人真是乐呵呵的。准备工作终于完成，下一步就是出发去狩猎驯鹿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一直支持，下期视频见。一手拿枪，一手挥舞着驼鹿角，他在干什么呢？原来是在诱捕驼鹿。男人叫格伦，梦想着自由的丛林生活，就来到阿拉斯加的布鲁克斯山独居。冬天快到了，他得准备足够的冬天食物，这样才能安全过冬。这里的碳水很少，需要足够的热量，只能靠脂肪补充了。可是这边的动物大多肥肉不多，所以抓个驼鹿是最好的办法。当前是驼鹿发情的时候，雄鹿会停下来不吃东西，要是等得太久，驼鹿就越来越瘦。格伦得赶紧行动了。发情期的雄鹿经常会叫，格伦只要顺着声音走就能找到驼鹿，这样也省了不少力气。很快就有一头驼鹿出现在前面，但是对方一直低头，格伦分不清是雄是雌。这时候旁边又跑来一头，看样子是一对小情侣，不太看得清谁是雄鹿。格伦决定再靠近些，他拿着鹿角小心前行，模仿起情敌的样子，嘴里还模仿着雄鹿的叫声。结果出乎意料，驼鹿没上当，反而警觉地跑向森林。格伦看形势不对，赶紧举枪准备开枪，但是已经晚了，茂密的树林挡住了射击路线。格伦不想就这么放弃，决定继续追，寻找最佳射击机会。越追越深，看着湖越来越远，格伦最终还是放弃了追击，毕竟没带现代工具，把驼鹿运回家太难了，实在是太头疼了。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不知不觉格伦已经在这片区域待了5天。也许是老天看在眼里，突然送来一阵驼鹿的气味，格伦立马展现真本事，再次模仿雄鹿的叫声。可是对方没反应，格伦马上换个策略，拿鹿角在树上猛擦。没想到啊，这一招奏效的不得了，一头雄鹿气势汹汹地冲过来，明显是要把这个对手撵走。格伦没急着开枪，继续挥舞着鹿角，挑衅得更凶了。雄鹿也被逗得团团转，见准时机到了，格伦下秒就狠狠地出手。雄鹿已经回天乏术，勉强跳了2下就栽倒了。瞅着地上这大块头，格伦得意地说：“这冬天有肉吃了。”大马哈鱼是阿拉斯加人的必备美食，肉质超级鲜美，营养也超级丰富，吃法多得很，可以腌来吃，也可以烟熏成鱼干。但意想不到的是，大马哈鱼大多都被狗狗们吃了。秋天是安迪捕鱼的大日子，阿拉斯加的秋天只有3周，得在这短时间抓紧时间捕鱼。安迪出动他的秘密武器，用的是古老的捕鱼水车，来源是咱们古代智慧，用起来既方便又实用，就是有点笨重。安迪准备用推车推它到河里，用完后换别的工具，肯定选船最合适。很快就把水车推到好位置，安迪跑到岸边，钉了个铁桩固定，把原木和木板钉在一起，做了座独木桥，准备活都弄好了。安迪一脚踢开水车，水车像脱缰野马似的快速转起来，只是偏了点向河中心了。水流实在太猛，让水车转得太快了，这样根本捕不到鱼。正常是每分钟5、6圈最合适，安迪得想办法让它慢点。他又跑到岸边，把水车往回拉了拉，调整好后，这回水车的速度刚刚好，
然而安迪和他老婆没想到的是，就在这空档里，今年的头条大马哈鱼就进网了。看这情形，他们今年肯定又是大丰收。第二天到了，天刚亮，两口子赶紧来到水车镇，发现木箱子里已经满满的都是大马哈鱼。安迪估了估，至少有300条。不得不说，这水车真是牛气冲天。把鱼全都转移到船上后，安迪开心的驾船回家。现在得在岸上把鱼处理干净。安迪的动作特别溜，几十秒就能处理一条。但要想快速处理这么多鱼，经验丰富的安迪也只能苦笑。未来几天，安迪天天在这条河上来回，每次都能大丰收。相信很快他能囤足够多的鱼肉。5天后，格伦终于猎到了一头巨鹿。有了这头大鹿，未来半年都不愁吃肉。现在天气还不算太冷，为防止鹿肉坏掉，格伦得赶紧处理这头鹿。首先得找个干净的地方放鹿肉，周围都是枯草，没找到好地方，格伦决定砍点云杉来做出肉架。他手上摩擦的是把特例的链锯，这工具小巧得很，格伦打猎必带。没多久，格伦已经砍倒了几棵云杉，把它们摆得整整齐齐，一个储肉架就搭好了。现在得赶紧处理鹿肉，先得把鹿皮剥下来。这驼鹿皮挺结实的，幸亏出门前磨过刀，不然单剥皮就够呛。格伦动作超熟，很快就把上好的鹿皮剥下来了。下一步是取内脏，内脏热量高得很，拖时间太久，鹿肉就会从里到外坏掉。这驼鹿脂肪多，格伦挖了好一大把放袋子里，弄完还抓了块生吃。说实话，这哥们真够野的。忙活了一阵，那驼鹿被他完全分解了。现在也不早了，格伦打算留鹿肉在这冷藏过夜，明早天亮再来取。希望这期间别让熊给发现，否则今天的辛苦全白费。时间一晃到了第二天，天还没亮呢，格伦已经带头灯出发了。他担心昨天的驼鹿被熊给抢了。这时空中飞过几只乌鸦，这可不是好兆头，说明鹿肉可能已经暴露了。格伦不得不加快划船速度。上了岸，格伦小心翼翼向鹿肉放的地方走，要先看看有没有其他动物。好在四周还算平静，格伦这才放心大步过去。接着他就开始搬运鹿肉，可这只驼鹿实在太大了，格伦忙了一整天才把鹿肉都运回庇护所。这儿熊出没挺频繁的，为了确保鹿肉绝对安全，他得把鹿肉挂到高处。但今天天已经黑了，只能等明天再来搞这事。第3天时间到了，大地已经铺上了白雪，现在得把鹿肉全挂到架子上。这架子足有米高，熊根本够不着。格伦拿来了折叠梯，爬上高架，固定了滑轮和绳子，准备工作搞定。下一步就是挂鹿肉，幸好一切都挺顺利，鹿肉整齐地挂在架子上，气温正在迅速下降，鹿肉很快就会冻住。格伦不用担心鹿肉会坏，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他可以安心过冬了。今天对奇普家来说是个大日子，他们正收拾行李准备去捕猎驯鹿，正值驯鹿发情期，驯鹿这时候最肥美，驯鹿群会集体过河迁徙。到了发情期，驯鹿会停止吃食，消耗体内的脂肪，到时候肉质会变得很差。奇普家得抓紧这机会，多猎几只驯鹿，帮他们过个好冬天。今年奇普夫妇打算带4女儿去狩猎，大女儿留家里看房。作为阿拉斯加的老居民，打猎是孩子们的必修课，所以请假很容易，把所有物资都装上船，几个人就正式启程了。小船迅速往上游开，离鹿群常出现的地方不远，很快就到达目的地了。一上岸，大家开始搭帐篷设营地。正忙着的时候，河对岸突然出现了几头大猎物，对奇普一家来说这是个绝佳机会，他们马上丢下手头活，开着小船直奔过去。鹿群察觉到了危险，立刻四散逃跑，但艾格尼斯不打算放过他们，拔出左轮手枪，对准一只鹿的后脑勺开了枪。对这些猎物来说，这算是个很仁慈的结束，他们几乎感觉不到痛苦。作为这里的因纽特人，杀戮不是他们的初衷，只是为了生存。把驯鹿拴在船边，他们回到了基地。这是奇普家的第1只驯鹿，对他们而言是个好的开始。第2天一早，奇普一家很早就起床了，对岸开始有很多猎物出现，他们有条不紊地向河里走。艾格尼斯想借此机会训练女儿们，他安排好计划，玛丽会开第1枪，他自己负责掩护。这次打猎用的是传统工具，一支长矛是他从步枪上拆下来的，经过重新加工变成了他的专门武器。看准时机，吉普一家带着女儿出发了。随着巨大的轰鸣声，两岸的距离越来越近。随着玛丽开的第1枪，大家伙严阵以待。女士们负责射击，奇普负责挥舞长矛。可怜的驯鹿在水中只能被他们随意捕杀。战斗迅速结束，这一回合下来，他们总共抓到6只驯鹿。对他们而言，这成绩真的不错。秋猎的时间真的很短，很快就到了狩猎季节的最后1天。在这几天里，他们又陆续捕到了不少好猎物，可以说这次狩猎很成功。不光是女儿们练手，
还收获了足够的食物。为了庆祝这次成功的狩猎，他们临走前还举行了一个篝火晚会。鹿角敲击发出的声音很好听，奇普打算用它们来制作滚钩，用来钓提克塔利克鱼。这鱼种小巧，但味道很鲜，鹿肉吃多了早就腻味了。奇普家准备换换口味，他们选了几个好鹿角。吉普带着鹿角回了屋，不一会儿，第一个滚钩就做好了。做完后，他教女儿滚钩的原理。滚钩中间是个小槽，用来绑鱼线的。鱼饵不能像普通钓鱼那样挂，要把滚钩塞进诱饵里，这样鱼儿一口就能吞下。一旦转身逃跑，滚钩就能卡在鱼肚里，那鱼的命就交给他们了。女儿听完爸爸的讲解，也开始动手做起来。父女俩忙活了一阵子，很快10多个滚钩就摆在面前。屋外已经一片漆黑，但奇普一家闹哄哄的打破了这宁静。他们一行人浩浩荡荡的来到湖边，准备搞个夜间冰钓大作战。冰面还不算太厚，走在上面得特别小心。然后大家开始各司其职，孩子们去找地方挖冰洞，奇普趁机找柳条做鱼竿，大家忙得不亦乐乎。不一会儿，奇普带着鱼竿回来了，冰洞也挖好了。他们拿出准备好的诱饵，都是白鱼尾巴，把钩子藏进诱饵里，每人一个洞。钓鱼之旅开启，时间飞快的过去，可惜啥也没钓到。看来今晚运气不太行，气温越来越低了，决定还是先回家。钓鱼陷阱留在这里，明天再来看成果。第二天很快到了，奇普一家一大早就来到陷阱，昨晚的冰洞已经封洞了，现在得重新打开洞口，看看一晚上有没有惊喜。第一个空的，第二个也没戏。来到第3个陷阱，终于钓到第1条鱼，然后去了第4个陷阱，还好又收获1条。虽然2条鱼不大，至少晚餐能丰盛些。对奇普家来说，钓白鱼才是正经事。在这寒冷的冬天，白鱼是主要的食物源之一，还能拿来和邻居换东西。冰层结冰前，奇普已经把渔网准备好了，现在是时候收网了。先来测测冰层厚不厚，确认安全了之后，奇普用电锯直接开刀，2个人马上开始收网。网上一条接一条，白鱼一个个跳出水面，活蹦乱跳的在网上跳来跳去挣扎，想要逃出去，但在这严寒里，几秒钟后就直接冻成冰棍了。很快地上全是白鱼，收获多得很。奇普和他老婆想换点别的东西，准备和镇上人交换。艾格尼斯回家打了个电话给镇上人，告诉大家可以换鱼了，他们有鱼换东西。消息一出，马上就有人拿东西来换，有人拿水果换3条鱼，有人拿汽油换4条，还有人拿土豆洋葱来换，大家都换到了想要的东西。晚上艾格尼斯用换来的菜做晚饭，一家人开心的吃着，看着神仙日子，真让人羡慕啊。鹿蹄是格伦最爱的，可以做成好吃的鹿蹄，冻得软乎乎的，真好吃。不过要吃到不容易，上次捉到驼鹿已经1个月了，这1个月格伦啥也没捉到，只能省着点吃。今天的菜是鹿肉，处理起来得小心，挺费技巧的。先得剥掉鹿皮，格伦拿刀就开干。考虑到鹿蹄的结构，慢慢的剥开鹿皮，整个过程就像雕塑一样，需要高度集中精神。雕刻了一会儿，鹿蹄终于处理好了，然后就放锅里，小火慢炖几小时，蹄子的韧带肌腱全都煮化了，让汤变得像果冻一样。格伦开始捞出骨头渣，准备做成细腻的肉冻。这季节外面正好当大冰箱用，汤过滤后放外头冷却，等完全冷掉，鹿蹄冻就做好了。利用这空闲时间，格伦想从鹿头上取点脂肪。脂肪在这北极圈超重要，在这冷天里，大部分热量都得靠脂肪，如果没脂肪，那真的冷死人。很快格伦就弄下1小碟脂肪，这时外面的肉冻也差不多冷了，拿回屋里，格伦大勺一舀，满满的放盘里，脂肪搭配着吃，对格伦来说是顿大餐。吃完饭就得出门，毕竟存的食物不多了。格伦走到湖中心，拿望远镜看远处山脉，那边经常有驯鹿出没，果然很快就看到猎物，但现在太远了，超出射程了。格伦在想怎么截住他们，远处突然传来狼嚎，猜是狼群在打猎，想去看个究竟，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能捡个便宜。穿过满是积雪的树林，前面一条小溪挡住了去路，幸好旁边有座独木桥，可是桥面已经被雪覆盖，如果就这么上去，可能会有危险。但格伦现在没空顾那么多，为了跟狼抢食，他觉得冒险值得。幸运的是一切顺利，格伦安全过桥了，然后他加快脚步，直奔前方，毕竟如果去晚了，狼群可能什么都不剩。很快他到了灌木丛，雪地上有许多狼的脚印，格伦跟着脚印前行，没走多久，眼前出现了驯鹿的残骸，真遗憾，他还是晚了一步，没办法了，只好回去继续吃驼鹿肉。随着大雪的来临，安迪家的2哈变得特别兴奋，于是他决定给这帮小家伙找点事干。玉空河逐渐结冰，让河水被挤压，水位开始上升。这艘船是安迪秋天放的，为了不让它被冲走，安迪打算把船移至高处。大家都见过2哈拉雪橇，但拉小车和船应该还是头一遭。接下来看狗子们的实力了，把绳子绑好在船上，确认绑紧了。安迪吹响冲锋号，狗子们咕哝着跑起来，平地上他们很轻松，上坡
坡，就会觉得吃力。安迪在后面努力推，并大声鼓励狗子们继续冲。领头的大狗仿佛打了鸡血，激动地跳起来，好像在呼唤小弟们一起冲，别让拆迁队丢脸。在狗子们和安迪的共同努力下，小船终于顺利上了坡，接下来的道路顺畅多了。安迪一跃上了船，回到家后让狗子们稍作休息，然后安迪开始下一项任务。因为悟空河短期内不会结冰，要到附近小镇必须开辟条山路，这是探险旅程。安迪对前面一无所知，路上障碍重重，每走一段就得停下来清理。不久他就到了山路尽头，这是玉空河的另一头，河面已经基本结冰，但冰情不太理想。由于无法继续前进，安迪只好原路返回。刚回到家，妻子就来个惊喜，说鱼库里闯进了熊。这消息吓得安迪拿起猎枪寻找一番后，发现是只几个月大的小熊。看着这可爱的小熊，安迪不忍心下手，让凯特联系了相关部门。几天后他们会来接小熊。为防止这几天出事，安迪用狗窝改造了个笼子，给这小可怜打了针。小家伙挣扎不停，好像在说不要这样嘛，但最终无济于事，最后被关进了笼子。几天后，工作人员来了，他们把小熊转到专门的笼子。安迪和他老婆目送着小熊离开。阿拉斯加的极夜快到了，布鲁克斯山脉最冷最暗的日子要来了。接下来的100多天，看到太阳都成了奢侈。格伦将面临长长的夜晚，在这严酷的环境里要生存，让营地保持温暖是格伦的当务之急。这儿没有暖气，格伦只能靠烧柴火取暖，但柴火迟早会烧完，所以他得定期补充柴火。以前格伦都是用斧头砍，效率并不高，而且砍下的木头都很细。这次他想试试新买的横切锯，看能不能提高效率。格伦从来没用锯子锯过树，为了练手，他挑了林中最大的树。这树真够壮的，一小段就能烧一天。于是他拿起斧头狂砍大树，但斧头一下去，大树发出空洞声。格伦觉得不可思议，这树难道惊了？为了弄清楚，他更卖力地挥斧子，发现树心已经腐烂，这可不是好兆头，因为树心不结实，砍的时候树随时可能倒。为了安全，格伦放下斧子，在树另一面锯了条缝，嵌入楔子，又用斧头敲，大树按预计方向倒了。格伦特别兴奋，然后开始把大树分段。这锯子真锋利，格伦节奏感强的拉锯，第一节木头很快就锯断了。同时还有个好消息，发现树心腐烂的部分不多。他又数了数这棵大树的年轮，居然有160年。格伦费劲的把木头搬上雪橇，然后拖着回家，接着把木头扛到木架上，用根木头把它固定，然后拿起木棍把它劈成2半，但一节还是太长了，就这样再来一次。格伦重复同样的操作，下一步是把所有木头都劈开。格伦找来个楔子，对准木头中心，用斧头猛敲进去。在这种冰冷环境下，这方法能更轻松劈开木材。格伦持续敲打，木头最后终于裂开了。接下来格伦全力以赴，很快木头都变成了柴火。现在可以给小木屋添点暖意了。一张狐狸皮值千金，这对夫妇狩猎刚开始没多久，就抓到了一只皮毛很好的狐狸，为他们的冬季狩猎开了个好头。艾瑞克是个毛皮猎人，一大早他带着妻子玛莎出门狩猎，他们的目标是几公里外的悬崖，那里可以看到柳树林，林里藏着许多野兔，也吸引了很多捕食者。今天艾瑞克瞄准的就是这些。雪地摩托在地上飞驰，不过没走多远，一个自然障碍挡住了去路，前面是一块陆架冰，落差有将近1米。艾瑞克检查了一下坍塌的冰块，发现冰层挺结实的，他觉得应该能直接飞过去，于是先倒车退了几米，然后油门一拧，直接冲了过去。幸好过程中有惊无险。接着两人继续朝目的地前进。此时天空开始飘起雪花，为这对小夫妻增添了点浪漫。很快他们就到了心仪的狩猎场，对面是一片密集的灌木丛。凭借多年的经验，艾瑞克判定里头应该有不少动物，然后两人就坐在雪地上静静等待。艾瑞克提醒妻子注意远处的小黑点，那很可能是他们的目标。今天开枪的任务交给玛莎，在艾瑞克的指导下，玛莎现在也成了个真正的神枪手。为了快点引出猎物，艾瑞克展示了他的看家本领。他拿出由芦苇制成的口哨，吹出兔子的悲鸣声，这声音对捕食者极具吸引力，尤其是饥饿的野兽，简直让听者心碎。很快就有只狐狸露面了，他在雪地上蹦蹦跳跳，寻找那令他心碎的声音，但很快他停下了步伐，似乎嗅到了什么。此时玛莎已经瞄准了他，小狐狸马上感觉到危险，立刻转身逃跑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玛莎按下扳机，结束了他的生命。这是只漂亮的红狐狸，是他们今年的第1张皮毛，正值冬季寒冷的高峰，甚至连玛莎的睫毛都结冰了。艾瑞克决定今天提早结束狩猎，回到猎人小屋。艾瑞克开始剥皮，玛莎负责缝制，男女搭档工作正
合拍，干活轻松愉快，生活过得十分惬意。如果这机会摆在你面前，你愿不愿意尝试这种隐居生活呢？这张毛皮能卖到1000美刀，就是他们这个冬季的第一份收入，这也为他们的冬季狩猎开了个好头。麝鼠肉在这寒冷地带真是难得的美味佳肴。每到湖面完全冻结时，安迪总会去捕点麝鼠来换换口味。湖面上能看到很多明显的雪堆，大概数了数，至少有上百个。显然这的麝鼠有点多了。而安迪作为这一带唯一的居民，他决定得维护一下这里的生态平衡。安迪开始动手，把一个雪堆切开，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麝鼠活动的迹象。然后他在洞口设置陷阱，并把链子固定在一根木棍上，防止陷阱抓到东西后被拖走，确保陷阱不会丢失。然后用刚切开的雪重新覆盖，做出无人打扰的假象。阿拉斯加的天气即将迎来1年中的最低温，切开的雪很快就会再次结冰，到时候陷阱就难以取出了。所以安迪抓麝鼠的时间不多，为了这剩下的时间能多捕些佳肴，这几天安迪不能有丝毫懈怠。用同样的方法，他迅速在这片区域设置了20多个陷阱，现在就静候明天的大丰收。时间飞逝，一转眼就到了第二天。安迪一大早就满怀信心地来到湖上，那么他能否收获满满呢？让我们一起看看吧。他打开第一个陷阱的雪堆，看到洞口的陷阱被杂草塞满，显然是麝鼠的手笔，但这只是开始。安迪接着翻开的几个陷阱情况一样，杂草能堵住陷阱，防止触发，这让他开始怀疑，难道麝鼠变聪明了？看来老方法不管用了。安迪马上换策略，换用康尼贝尔式陷阱。这种陷阱能直接夹住猎物，能轻松解决杂草的问题，但得放在冰下才行，所以布置起来挺费劲。新陷阱都布好后，安迪就回家了。昨天白忙活了，希望今天的努力，明天能有惊喜。到了第3天，经历了昨天，安迪今天心里忐忑，风也吹得更猛，捕麝鼠难度更大，几个陷阱都空的，一个陷阱的木头还被咬断。安迪心情很是凉，今天是不是又得空手回？下一个陷阱终于走运，抓到了一只狡猾的麝鼠，小家伙挂在陷阱上，这下好了。安迪挺高兴，差点名声都毁了，好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安迪又连续抓到2只，检查完所有陷阱，满载而归，开心回家。但有点遗憾，因为一些原因，和凯特的10多年感情就这么完了。安迪又回到单身生活。这男人把肉串放雪橇上，拖着雪橇到了冰湖，他这是要干什么呢？原来这几天他不只吃鹿肉，都是鹿肉，差点吃到吐。想改善一下伙食，格伦决定试试冬季冰钓，需要点不一样的食物。天天鹿肉实在吃不消，冰层还不算太厚，积雪盖得厚厚的，格伦看不清冰层实况，拿起洛阳铲试探厚度，2下就穿透冰层。格伦吓了一跳，这厚度不敢再往前了，决定就这儿钻洞，先把积雪铲开。格伦凿了个大小合适的洞，冰层很脆弱，趁现在多放点鱼线，把冰渣都捞干净，把鹿肉当饵扔进去。想钓的是淡水鳕鱼，这种鱼一般在岸边活动，冰层太薄不敢去湖中央，格伦只好在岸边钓鱼，钓这种鱼是最佳选择。格伦开始在岸边布陷阱，陷阱多布置一些，格伦相信总会有收获。忙活了一阵，沿岸布了15个陷阱，现在只需耐心等。第2天到了，格伦激动地赶到湖面，把冻住的洞口重新打开，拿出第1个鱼钩，诱饵还挺完好。格伦并不失望，毕竟刚开始，再放回去试试。前往下一个陷阱，这陷阱也一样，格伦还是不失望，觉得这都挺正常，继续检查其他陷阱。转眼到了最后一个，但奇迹还是没出现。今天白白忙碌了一场，格伦还是挺乐观的，今天没钓到也没事，明天再来看看。第3天到了，格伦又出发了，看他那样子真想吃到鱼。你们说今天他能吃到鱼吗？格伦这些年都在这儿钓鱼，通常都能有不错的收获，但这次看来要让他失望了。几个陷阱都检查过了，格伦啥鱼影都没见到，最后一个陷阱也打开了，还是没碰到好运。格伦真的很失望，他只是想换换口味，可老天不给这个机会。荒野生活就是这样，永远不知道下一刻啥情况。格伦想了想，觉得还是回去吃鹿肉靠谱，不过有肉其实也很不错了，总算不是荒野求生了。一张价值200美刀的毛皮，又漂亮又贵重，还有上好的猞猁，这完全赚了好吗？接下来看他们的狩猎旅程。在阿拉斯加做毛皮猎人，狩猎是他们的唯一经济来源。今天的目标是猞猁和紫貂。这对夫妻很快来到了一棵大树下，这里是艾瑞克常设陷阱的地方，他用的是单间式陷阱，用树枝围成一个通道，诱饵放在陷阱深处，捕兽夹设在入口处。艾瑞克用的诱饵是驼鹿肉加松鸡羽毛，诱饵经过特殊处理，可以散发出腐臭味，这味道对猎物吸引力超大。松鸡羽毛被艾瑞克挂在树枝上，目的是分散猎物的注意力，然后用积雪覆盖捕兽夹，这样一个专为猞猁设计的陷阱就完成了。现在得布置抓紫貂的陷阱。艾瑞克找到一块断木，他把陷阱放在木头顶上，诱饵跟在他后面。这种抓紫貂的方法成功率高，阿拉斯加的猎人们几乎都这么做。紫貂陷阱设置好后，他们就去下一个地点布置，在这片积雪覆盖的丛林中前进。对于曾是单身汉的艾瑞克来说，这本是件很无聊又累人的活。
但有了妻子的陪伴，之前的无聊感完全消失了。两人一起沿冰封的河流前行，这时玛莎发现了雪地上的动物脚印。根据艾瑞克的判断，这应该是河狸的脚印，但混有猞猁的脚印。看来这只猞猁在追踪河狸，对夫妇俩来说，这是个意外的发现。如果在这附近布陷阱，运气好的话，可能一网打尽2个猎物。他们就在这附近布了个天罗地网，现在可以回家了，耐心等着猎物自己跳进网里。2天后，是时候检查之前的陷阱了。他们到了第一个陷阱旁，可惜这个陷阱一无所获。然后来到第2个陷阱，结果还是一样，2个陷阱都落空，让艾瑞克有点沮丧。但他没停下检查的脚步。很快，他们到了第3个陷阱，这里能看到动物挣扎的痕迹，可惜还是让他逃了。2人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剩下的陷阱上。然而一圈下来，这次陷阱完全没让他们失望。今天2人白忙一场。又过了2天，他们满怀希望再次出发。很快到了第1个陷阱地点，发现陷阱已经被触发，但是没抓到什么，诱饵还被洗劫一空。这下子2人挺沮丧的。然后他们检查了第2个陷阱，结果还是一样空空如也。2人感觉像是被动物戏弄了，满腔怒火。他们检查第3个陷阱，这个陷阱更惨，诱饵不翼而飞，陷阱还被糟蹋得一塌糊涂。艾瑞克气得不轻，但也只能无可奈何，只能边骂边重新设置陷阱。然后他们继续往下一个地点赶。接下来他们远远看到一对闪亮的眼睛，艾瑞克赶紧冲上去开枪，果然是只猞猁。幸好今天总算有所收获，这几天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，要不然艾瑞克真得哭晕过去。之后2人高高兴兴带着战利品回家。安迪在忙着做捕狼陷阱。近年来这区域的驼鹿越来越少，他觉得是狼太多了，驼鹿都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了，这让猎驼鹿越来越难。为了谋生，他打算多布几个捕狼陷阱控制狼群，毕竟一只狼值1500刀美金，这不仅能保持生态平衡，还能给他带来不错的收入。安迪用铁丝做了个大陷阱圈，因为狼性格很骄傲，不愿意钻小东西，所以他特意做了个大的。当狼试图穿过这个陷阱圈时，扣锁一旦触发就会滑到另一边，直到把猎物稳稳锁死，哪怕是力大无比的灰狼也挣扎不出来。这种陷阱造价真的很便宜，如果这次能顺利的话，安迪就要发财了。捕捉狼是荒原上最棘手的任务之一，他们不光聪明，对气味也特别敏感，所以他得把陷阱圈处理的没味道。用的是之前存的驼鹿内脏，这可是灰狼疯狂的美食，尤其是在食物短缺的冬天，这些内脏对他们的诱惑可大了。把内脏切成块，然后安迪驾着雪橇犬出发了。出发没多久，一串明显的足迹让安迪停下了，看脚印应该是狼留下的，还能看出狼可能在追什么东西，这让安迪挺兴奋的，他就驱着雪橇犬跟着去了。脚印一直通到松树林里，安迪觉得这应该是狼群的常来地，他就选这儿布置陷阱。陷阱布好后，接下来就是耐心等猎物落网。几天时间转眼就过去了，今天得去看看那些捕狼陷阱。到了陷阱地点，结果发现这里没有狼的迹象，陷阱和诱饵都没动过，看来狼群这几天没来过这边。安迪有点失望，但他没放弃，既然狼抓不到，就改抓紫貂吧。他在附近又布了几个小型夹子，上面还挂了点腐肉做诱饵。紫貂虽然不如灰狼值钱，但抓多几只也能给雪橇犬买更多狗粮。又过了几天，安迪又一次前去检查陷阱，希望这趟能有点意外惊喜。他很快就抵达了那里，可捕狼陷阱还是老样子，好在紫貂陷阱给了他惊喜，安迪一下子收获了2只紫貂，这让他乐得合不拢嘴。虽然狼陷阱还是没反应，但安迪觉得捕狼是个长期活，只要不放弃，相信总有一天能成功。荒野求生就是这样，有收获也有失落，想长期生活需要很强大的心理。这是距离因纽特人聚居地200公里的冰原，每年冬天这都有固定的驯鹿群迁移，驯鹿吸引了狼和狐狸等捕食者，对依赖狩猎的因纽特人而言，这是他们狩猎的最佳时节。现在奇普和他妻子已经搭好了临时营地，他们带的食物不多，需要尽快补充肉类，肥美的驯鹿是他们的首选。他们穿上白色外套，便驾雪地车向目标地前进。开始没多久，艾格尼斯就发现了一个惊喜，他前面出现了一只狐狸，狐狸皮毛的价值不菲。艾格尼斯立刻追了上去，但他不知道追狐狸有时会有报应。果不其然，1秒钟后报应来了，现在麻烦大了，心爱的猎枪也断了，雪地摩托也摔坏了，幸好人没受伤。奇普赶紧过来安慰，对他说，人没事最重要，其他的都好说。艾格尼斯坐在摩托旁，满脸委屈的生闷气。奇普说了好话，艾格尼斯又恢复了精神。唯一的猎枪坏了，狩猎只能暂时停下，他们得赶回营地，找人送把新枪来。一路上拖着破损的雪地车。第2天一早，奇普朋友赶到这里，把新枪送来了。朋友没提什么要求，只是和他们握手告别，驾着雪地车就走了。这就是他们的风格，朋友需要帮助就伸手，从不想着回
回报，新枪和以前的差不多。奇普帮妻子适应新枪，远处150米设立了靶子，几枪下去，艾格尼斯对新枪有了感觉，虽然不如旧枪顺手，但也差不多。因为意外耽误了时间，确认枪没问题，二人直奔目标地。到了一个山坡，前面刚好有鹿群，艾格尼斯立刻瞄准，不愧是老手的枪法，一枪就命中，打到了一只年轻雄鹿。奇普迅速处理，只把内脏留在原地，用来吸引掠食者。闻到气味的掠食者来到这里就会成为猎物。夫妇俩带着战利品离开。鹿舌是顶级食材，放入盐水，小火慢炖1小时，切成薄片，撒点胡椒，成了这冰冷地带的极品佳肴。为了吃上这种顶级美食，艾瑞克夫妻这段时间可费了不少精力。随着阿拉斯加春天临近，布鲁克斯山脉将会有大批的驯鹿经过这里，所以这个时候正是艾瑞克获取食材的最佳时机。他们驾驶着雪地车游荡在这片冰原上，在一阵风驰电掣中，小两口来到了理想狩猎地。艾瑞克拿着望远镜扫视着眼前的荒原，很快他就发现了一头庞然大物，这是一头成年射牛，但艾瑞克立马就放弃了，把它当作狩猎目标，因为射牛体型太过庞大，小两口这身板可搬不动，所以他们果断放弃了这头诱人的猎物。接着艾瑞克在边上看到了3只驯鹿，为了获得顶级食材，所以这些驯鹿才是他们的理想目标。由于现在还处于射击范围外，所以小两口打算靠近再射击。穿过一片灌木丛，此时的距离已经非常近了，于是两人二话不说就举起了猎枪，小两口各自命中1只。接着两人展开分工，艾瑞克负责切割鹿肉，玛莎负责把雪地车开过来。然而当艾瑞克处理到一半时，他有了一个新的发现，在他的不远处，雪地上散落了点点血迹。艾瑞克猜测第3只驯鹿可能也受伤了，于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惊喜，赶紧朝着血迹的方向追去。果然在几十米之外的松树下，第3只驯鹿已经受伤倒下。看到驯鹿已经无力再站起来，艾瑞克也不再浪费子弹，直接拿着小刀结束了他的生命。今天真是个大丰收，有了3只驯鹿的补给，他们上半年都不用为肉食发愁。回到猎人小屋后，艾瑞克把鹿肉切好了，今晚就能吃上荒原的顶级美味了。小火慢炖了1个小时后，艾瑞克迫不及待地问妻子：“炖得怎么样了？”看他那急切的样子，玛莎说可以开吃了。艾瑞克又把鹿肉取出来，然后切成细薄的片，撒上点胡椒粉，两人就开始享用这顶级美味。冬季狩猎快结束了，荒原上的驯鹿群已经迁移了。此时他们在收拾捕猎的陷阱，这段时间发现狐狸经常出没，打算在周围再布几个陷阱，看能不能再赚点外快。他的家人制皮技术很好，一张普通的毛皮，经过他们制作能卖个好价钱。狐狸很狡猾，嗅觉也特别灵敏，常能轻易识别出陷阱，所以出发前他们得特殊处理下陷阱。艾格尼斯用个铁桶装满血，再放些柳枝进去，热到沸腾，最后把带柳枝味的热水泼到陷阱上，这样可以掩盖人味。准备工作做好了，他们就驾雪地车向冰原出发，防止处理过的陷阱再沾人味。这次布陷阱的活就交给了奇普，用的诱饵是3文鱼和熏肉，在枯树下挖个坑，把陷阱放进去，周围撒些鹿皮，让狐狸误以为这里刚发生过捕猎，而不是陷阱。他们用同样的陷阱布置了一大堆，现在就等着猎物自己跳进来了。第二天，今天他俩各有分工，奇普去看看昨天的陷阱怎么样了，艾格尼斯则去附近找找能不能打到松鸡。很快，奇普到了陷阱区，第一个陷阱空空如也，一个动物都没来过。第二个陷阱诱饵不见了，陷阱明明动了，就是没抓到东西。旁边还发现了狼獾的足迹，看来是狼獾来洗劫的。奇普也只能无奈一笑，狼獾对猎人来说真是夜郎自大，狼獾一旦出现，这一条线基本完蛋。现在只能祈祷其他陷阱安全。比起奇普的困境，艾格尼斯那边顺风顺水，他刚出发就看到雪地里的松鸡，2枪下去，松鸡就成了晚饭。不过在料理松鸡前，他得先赶到集合点，因为松鸡是诱狐狸的绝佳诱饵。两人会合后，奇普拿出鸡胸肉，其他的就当诱饵了。奇普觉得有了松鸡，明天肯定有收获。第3天一早，一只狐狸在奇普面前晃荡，奇普差点没忍住直接做成手套，但他没立刻用枪，完整的皮毛值钱，枪眼一多，皮毛的价就掉了，所以奇普就放他一马。两人开着雪地车出发，正如奇普预计的，松鸡真是帮大忙了。他们终于得到一只毛皮极佳的狐狸，然后奇普把毛皮给剥了下来，狐狸肉他们就留在原地了。他们说死了后融进冰原是最好的归宿。接着奇普夫妇就开着雪地车走了。冬天过去，春天到，万物开始恢复生机。布鲁克斯山脉已经绿意盎然，在这充满生机的时候，格伦开始打包行囊，准备出去几天。几年前，格伦在这片山林遇到一位老猎人，老猎人跟他说自己的营地在10几公里外的小河上，他要退休了，那里留了很多有用的东西，如果格伦需要，随时可以过去拿。当时格伦没太当回事，但最近突然想起这事，所以他打算趁这次出行过去看看。
看能不能淘点宝贝。行囊准备好后，格伦带着猎枪就出发了。格伦没带指南针，所以他只能靠记忆，按老猎人说的大致方向找路。幸好格伦野外经验丰富，他能凭经验准确找方向，不至于在原始森林里迷路。走了好一会儿，格伦到了一个湖边，他记得老猎人曾说过，仓库就建在湖边，营地在离仓库不远的河边。格伦觉得应该快到了，于是他加快了步伐。没走多远，格伦发现有人砍过的树桩，接着越来越多树桩出现。这时格伦确定目的地就在附近，果然往前没走多远，眼前出现了一个倒塌的建筑。格伦仔细确认后，确定无疑，这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仓库。他开始寻找宝贝，发现了一把轻便斧头，挺适合带出门的，还有一些捕兽夹。不过他这次没打算带走，因为这些东西太重了，打算下次用雪橇来拖。这地方已经废弃很久了，很多东西都坏了，所以他只带了那把轻便斧头。现在仓库的位置确定了，他打算去找那个营地。穿过一片泥泞的草地，眼前出现了一条小河，应该就是那座废弃营地旁的小河。格伦有点兴奋了，不由得加快了步伐。穿过几棵大树之后，一个破败的营地出现了。他找到了老猎人的大本营，开始搜寻有用的东西，很快就搜完了。这次收获颇丰，但最让他开心的是，他找到了一大盒值好几百刀的子弹。有了这些补给，他的荒野生存之旅能走得更远。他在阿拉斯加南部的伊利亚姆纳区，艾瑞克在这里当注册向导。这里的黑熊数量增多，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。为了控制黑熊数量，渔猎局给了艾瑞克狩猎许可证。熊是这里顶级的捕食者，他们是近战高手，能轻松撕碎任何东西。艾瑞克是个经验丰富的猎人，这次他想挑战下，打算用弓箭来狩猎。比起用猎枪，弓箭打猎的问题就在于得靠得太近了，要是不够近怎么办？况且熊的鼻子可灵了，一旦让熊先闻到你的味道，那就真是玩完了。但艾瑞克狩猎经验丰富，他对这次狩猎信心满满。为了保证万无一失，艾瑞克在训练场多练了几回。准备好后，艾瑞克向妻子玛莎告别，坐上朋友的飞机飞往狩猎地。到了目的地，艾瑞克先在河边搭好帐篷。这次狩猎是有时间线的，艾瑞克打算2天内至少弄只黑熊回来，绝对不能手空空而归。安顿好落脚点，装备带齐，艾瑞克就出发了。他顺着河边往深山里走，一路上都是清晰的熊脚印，引起了艾瑞克的注意。看来这周围的捕食者不少，艾瑞克得随时保持高度警觉。穿过一片密林后，艾瑞克到了山脚下，说是登高望远嘛，所以他选了个高点。不一会儿，他就看到一个黑影，正是一头正在吃东西的黑熊。艾瑞克小心翼翼地挪动，找到一个好的射击位置，他就拉满了弓弦。熊被射中，痛得跑进了密林。艾瑞克肯定自己已经命中，只是这熊皮厚肉糙，短时间内不会倒下，所以他得慢慢跟踪，等到熊流血过多、虚弱时再上前一击致命。因为不太确定熊的伤势，为防熊临死前反扑，艾瑞克把累赘的东西都留在了林外，然后带着弓箭深入密林，沿着血迹一路前行，最终来到一棵大树下，发现黑熊已经倒地不起，这标志着艾瑞克首次攻猎熊的挑战成功。现在得赶紧处理这只熊，然后回去让玛莎大展厨艺，好好庆祝一番。自从结婚后，他的生活真是越来越精彩。今天阳光明媚，天空万里无云，对帅哥艾瑞克来说，绝对是钓鱼的完美日子。在伊利亚姆纳区的这段日子，他们忙着打理旅馆和导游生意，导致二人独处时间寥寥无几。看到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他们决定放自己1天假，准备好钓鱼工具，开着小船往河上游驶去。目标是一种名叫河鳟的鱼，这鱼肉质鲜美无比，是当地的特色美味。这次出行还有个小目标，那就是找个好的钓鱼点，冬天来临前囤点鱼肉。驾船一段时间后，他们找到了理想的钓点，把小船稳稳地停好，两人各自拿起钓竿。为了钓鱼更有趣，艾瑞克提出谁钓的鱼最大，谁就免去洗鱼的活。艾瑞克的话音刚落，玛莎就钓上一条大鱼，看起来不小的样子。玛莎乐得合不拢嘴，艾瑞克则是哑口无言。就在这时，艾瑞克也钓上一条，不过比玛莎的明显小不少。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，洗鱼的工作，最后这个任务还是艾瑞克得干。玛莎负责大展厨艺，两人就坐在河边享受着新鲜的鱼肉，边吃边看这周围的美景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！时间悄悄流逝，现在已经进入秋天了，感觉冬天也快到了。艾瑞克和玛莎准备关旅馆，要回到北边的布鲁克斯山脉去。冬天一到，钓鱼可就不那么容易了。他们打算趁现在多存点鱼肉，正好鱼儿洄游产卵，是囤积鱼肉的好机会。路都已经熟悉了，两人很快就到了钓鱼地点。夫妻俩开始垂钓大赛，这里的鲑鱼特别受欢迎，通常1斤能卖个好价钱。这边的鲑鱼资源相当丰富，转眼间他们钓的鱼已经够多了。然后他们回家了，开始整理鱼肉。艾瑞克先用刀切开鲑鱼，再洗更健康。洗好的鱼肉装袋，真空封好，打包完毕，标好地址，邮寄到布鲁克斯山脉附近的小镇。这些美味的鲑鱼肉肯定让他们舒舒服服过冬，这就是幸福的事吧。每年狩猎海豹是当地传统，
海豹不仅美味，还能提炼出能量满满的海豹油，给当地人的冬季带来温暖，还能作为调味品，帮助食物更好的释放热量。同时，海豹毛皮价值高，可以换取不少好东西。海豹全身都是宝，因为因纽特人的传统，外来者没法参与狩猎海豹，所以奇普只能旁观。女儿们还不会狩猎海豹，所以奇普夫妇把大儿子约翰叫来了，还带来了他们的孙女艾弗琳。很快，全家都在河边团聚了，大家抱在一起，为这片荒野带来了温暖。北极的伏兵不少都飘到这边来了，海豹会把这些伏兵当作暂时的家，吃饱喝足后就跑到伏兵上晒太阳，这时候他们最放松，所以这是捕猎的大好时机。约翰特别会捕海豹，他和艾格尼斯一起出发。奇普觉得这次肯定能大丰收。出发前，他们得保养一下枪和矛，确保狩猎时万无一失。毕竟成功就在一瞬间，保养装备很关键，找对航线也很重要。伏兵会跟着水流动，所以航线挺复杂的。为此，今天奇普决定和家人一起出海探路。装备准备好后，大家就出海了。但才出发没多久，天就开始变脸了，海上风大起来，探路只好先停下。但伏兵的位置他们已经掌握，现在只等个好天气，就能开启狩猎海豹。几天后，今天天气好，海面平静，期待的狩猎日终于来了。艾格尼斯和约翰穿上白衣，船也涂成白色，目的是在海上隐蔽自己。这招确实管用，能近距离接触海豹。一切准备妥当，猎豹行动开启。狩猎海豹很考验运气和技术，尝试了几次都没成。艾格尼斯和约翰就不再看到海豹了。海水涨潮了，伏兵也开始飘移不定，安全第一，决定今天就此收工。正当他们准备回家，忽然一只前鸟飞过来，约翰准确一枪成功，好歹捞到点收获，今晚至少能加个小菜。虽然没狩猎到海豹，可时间还多的是，机会多的是。北极圈的秋天真短，几周不到就进冬了，冬天来得又快又猛，当地人得赶紧准备，趁这点时间存够过冬的食物。奇普家正在弄鹿肉，先剥鹿皮，再分离肉和骨头，这活真不轻松，他们却乐此不疲，心情好，还给狗狗旺财一大骨头。驯鹿季快到了，因为存肉架已经满了，奇普夫妇想搞个新的储物间，这样才能放下新鲜鹿肉。得搞个新的储物间，需要很多木头，找木头得去镇外。夫妻俩带上旺财一起出发，到了地方随便一看，周围的枯木特别多，正好拿回家用。夫妻俩开始各司其职，奇普负责锯木头，艾格尼斯挥舞着斧头把多余的树枝砍掉，然后一把把木头扔进河里，用绳子把木头一束束捆好，最后固定在船尾。这招可以轻松把原木带回家，既省时又省力。看奇普夫妇忙得不亦乐乎，旺财在一旁也摩拳擦掌，忙活了一阵，河面上很快就飘满了木头，确保木材都固定好，他们开船往家的方向驶去。真的说，这方法太方便了，很快就到了最近的岸边，把木头都搬上岸，然后用摩托车运回家。材料准备好了，接下来就是建储物间的时间。先用电锯把木头锯成两半，把处理好的木头搬到预定地点，再用电锯在木头两端刻缺口，把木头一个个镶嵌好。四周的墙基就这么搭起来了。奇普挥动电锯，手艺活一流，很快就有了个大概的框架。但是封顶得用三合板，家里没有存货，找三合板的任务就交给艾格尼斯了。艾格尼斯负责，他开始到处打听，走访了邻居家，这里的人都习惯以物易物。和邻居商量了一番，用45升汽油换来4块三合板。奇普刚好也把屋顶架子搭好，等艾格尼斯把板材拉回来，接下来就是封顶的时刻，把三合板铺好。新储物间就这样诞生了。看着眼前的成果，奇普夫妇笑得合不拢嘴，女儿们也来看看新房子，一家人乐呵呵的。现在一切准备就绪了，准备就绪，可以出发去狩猎驯鹿了。要是运气还不错，能搞一手大的，接下来就舒心了。男人一手拿枪，一手不停挥动手上的驼鹿角，他到底在做什么呢？原来是在引诱前面的驼鹿呢。这位男士名叫格伦，梦想在森林中自由生活，所以独自一人来到阿拉斯加的布鲁克斯山脉。冬天快要到了，他得提前准备足够的食物过冬，这样才能安安心心过完冬天。这边能吃的碳水化合物太少了，要想有足够的热量，只能靠脂肪来补充了。可是这里的动物都不怎么肥，所以捕到一头驼鹿是最好不过了。正好赶上驼鹿发情的季节，雄鹿都停止吃食了。如果拖太久，那驼鹿可就越来越瘦了。所以格伦得赶紧行动。发情期的雄鹿会不时叫唤，格伦跟着声音就能找到驼鹿，这还真省了不少力气。很快就有驼鹿出现在他面前，但对方始终低着头，格伦分不清是雄是雌。这时候旁边又跑来一头驼鹿，看样子是一对鹿情侣，可惜距离太远，看不清谁是雄鹿。格伦决定靠近一些，好好观察一下。他拿着鹿角小心翼翼地前进，模仿起情敌出现的场景，嘴里还学着雄鹿叫。不过结果出乎意料，那驼鹿没上当，而是警觉地跑向森林深处。格伦看形势不妙，马上拿起猎枪准备行动。
动，可最终还是迟了一步。茂密的树林挡住了射击线路，格伦真不想放过这个机会，他决定继续跟踪，寻找完美的射击点。他追得越深，看湖的影子都越来越远了。最终格伦只好放弃追逐，毕竟他没带足够的现代装备，把驼鹿运回家简直太难了，真是让人头疼。时间飞逝，不知不觉中格伦已经在这片区域待了5天，天意似乎也看在眼里。突然间一阵驼鹿味飘来，格伦立刻展现真技术，开始模仿雄鹿的叫声。可惜对方并没有理会，格伦立马换个方法，用鹿角摩擦树干。没想到这招特别有效，一头雄鹿气冲冲的现身了，显然是要把这个对手赶走。格伦没急着开枪，继续挥动鹿角，挑衅的更加频繁。雄鹿也激动的跟着动作起来，看准时机，格伦下一秒偷袭成功。雄鹿束手无策，2下摇晃之后重重倒下。看着脚下的庞然大物，这个冬季不愁没肉吃了。大马哈鱼是阿拉斯加的特色食物，不仅肉质鲜美，营养价值也很高，吃法多样，可以腌制，也可以烟熏。可是你们可能想象不到，大部分大马哈鱼都被狗吃了。安迪每年秋天都会捕捞大马哈鱼，阿拉斯加的秋天只有3周时间，为了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捕到足够多的鱼，安迪就直接掏出了他的秘密武器。这玩意儿是一台巨大的捕鱼水车，它是从我国古代技术演变来的，既方便又超实用，就是有点笨重，所以安迪决定用推车把它推到河里。弄完这个就换另一个装备，没错，船肯定是最佳选项。水车很快就被推到了理想位置。接下来安迪走到岸边，轻轻敲入一个铁桩，然后把原木和木板钉在一起，搭了个简易的木桥。所有准备工作都搞定后，安迪一脚踢开水车的支架，水车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快速旋转起来。但因为偏向河中心，水流太猛，导致水车转得太快，这速度根本捞不着鱼，一般每分钟转5到6圈才最合适。安迪得想办法让它慢下来。他又走到岸边，把水车往回稍微拉了拉，调整好之后，这回水车转速正好。但让安迪和太太没想到的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今年的头条大马哈鱼就这么入网了。看这情况，他们今年绝对能大丰收。第二天一早，夫妻俩就赶到了捕鱼水车那儿，看着两边木箱子里已经装满了鱼，安迪做了个粗略估算，至少有300条。不得不说，这捕鱼水车真是猛得很。把鱼全都转移到船上后，安迪高兴地驾船回家。现在他们得在岸上快速处理这些鱼。安迪处理鱼的手法超级娴熟，几十秒就能处理好1条，但要在这么短时间内处理完有难度。经验丰富的安迪也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在接下来的几天，安迪每天都在这条河上往返，每次都能满载而归。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他就能存够